大家好，这里是看着说，我们今天的话题是瑜伽。瑜伽对于很多在健身房里训练的人来说并不陌生，认为瑜伽是一种适合女性的低强度运动，可以提高身体的柔韧性等等。所以我相信大多数我频道的观众不会去练瑜伽。其实瑜伽是一种非常有用的训练，只是大家对它了解的太少，甚至可能连健身教练也不清楚瑜伽训练到底在练什么。那么今天我给大家讲讲瑜伽，当你真正了解它，你会发现瑜伽对你现有的训练目标可能有很大的帮助作用，届时再做出决定才是理智的。首先我们简单介绍一下瑜伽。瑜伽源于古印度，是一种集合体力、精神、心灵为一体的综合修炼方式，其主要组成部分包括体位法、呼吸控制和冥想3个部分。瑜伽不仅有助于提高身体柔韧性，还可以增加肌肉功能性力量，并有助于减轻压力，改善身体健康。所以我给它的定义是，瑜伽是一种身心平衡训练。我们分别来看一下瑜伽训练的3个部分对身体的功能有哪些帮助。瑜伽训练是由不同的动作体位组成，称为体位法。体位法包括站立、坐姿、仰卧、俯卧、扭转、平衡、倒立7类，包含几百种到上千种不同的动作。这些体位训练给身体带来的第一个好处就是提高柔韧性，这个就是大众最为了解的瑜伽。体位的难易程度不同，像这种魔幻级别的就不用想了，这不是常人可以达到的级别。想准确完成这些体位需要柔韧性的支持，所以柔韧性成为瑜伽训练的基础。但是话说回来，能做到高级水平的动作，得到的柔韧性在你生活中应用并不大，因为在普通人的生活中，身体需要的活动范围有限。所以在柔韧性的视频中我讲过，缺乏力量的柔韧性只能增加受伤的风险。体位训练的第2个好处就是增加肌肉力量。注意，这里所指的是负责身体支撑的力量。你看刚才说过的7个体位，在生活和运动中经常涉及到。生活层面的站、卧、坐、走，在运动层面可以被理解为快速的可移动的站、卧、坐、走。那么无论是生活还是运动，这些行为都需要来自于身体内部的支撑力量。虽然这些力量不体现在肢体上的肌肉大小，但是它能体现在身体的功能上。在核心肌群和筋膜的视频中我讲过，身体的力量大小是由骨骼和肌肉的配合情况决定。所以在做各种瑜伽体位时，正是培养身体支撑力量的好机会。这在常规的肌肉训练内容中是缺乏的，但却是身体运动需要的。例如我常提到的支撑深蹲这个动作，如果不能标准的完成，就说明身体的力量、柔韧性、支撑力等功能存在问题。瑜伽训练的第2个部分是呼吸控制，它是由7种不同的呼吸方式组成。先不说这些呼吸方式具体是什么，它首先让我想到的是，很多肌肉训练者的耐力很差。在抗阻力训练计划制定的合集视频留言中，我经常会看到反映每组训练休息30到90秒，感觉缓不上来。这不仅是肌肉能力不行的表现，也代表着呼吸能力和技巧不行。瑜伽训练中的呼吸控制可以提高肺泡中气体交换的效率，提高血氧含量。有深度的呼吸可以减少乳酸的产生，减轻肌肉疲劳，提高肌肉耐力，改善氧气输送和降低心率，让身体从运动中更快地恢复过来。你看，所有的这些功能都可以直接提高你在运动中的表现。如果进行抗阻力训练时，例如深蹲12次以后，因为呼吸问题不能在90秒内进行下一组训练，那么就说明呼吸的能力或者技巧较差，需要提高。我们再来说一下瑜伽训练的第3个部分，冥想。瑜伽中的冥想是一种专注于当下、清除心灵杂念的练习，它是瑜伽8支柱修行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。8支柱的内容比较繁琐，我在这里就不再具体介绍了，只需要知道这部分训练内容通过观察呼吸、专注于某一对象或声音、念咒以及视觉化技巧这4种方式，在心理层面有助于缓解心理压力，提高专注力，减少焦虑；在生理层面有助于降低血压，改善心率变异性，减缓呼吸。冥想部分对于一般瑜伽训练者来说比较高深，它是区分高级和初中级训练者的分界线。一般的瑜伽训练者还在为如何完成各种体位动作拧巴着，或者进不去冥想境界，或者冥想的深度不够。
当然，我认为冥想训练才是瑜伽训练的精髓。毕竟前面提到的柔韧性、身体支撑力量以及呼吸技巧，可以通过其他专项性技术训练到。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，冥想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应对来自职场和生活的压力。通过冥想，人们可以学会更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和反应，甚至作为抑郁症和焦虑症的辅助治疗手段。冥想可以帮助你更好地了解自己，包括自己的习惯、反应和需求，这是我们经常忽视的。同时，对于运动健身人群而言，冥想训练让人在高强度的训练压力下提高心理韧性，训练时提高专注力，通过自我调整和自我激励，敢于面对更多的训练压力。而且这对训练后的身体恢复，尤其是睡眠阶段有重要的影响作用。通过对瑜伽的了解，现在你应该知道，瑜伽不仅是适合女性的训练，它更适合于男性。在过去的很多年，只要有机会，我就会进行瑜伽训练。当然，这还要看环境和瑜伽老师的教学情况。所以我强烈建议各位在做肌肉训练的同时，每周抽出1个小时进行瑜伽训练。在最初的阶段，它可能就是你提高柔韧性和身体支撑力训练的一部分。但是如果你在训练过程中能坚持并用心体会，相信你能得到其他的好处。同时，这也是给自己肌肉训练的一个喘息机会，让肌肉得到另外一种方式的休息，提高功能性，并做好自我的心理建设。希望能在瑜伽教室见到你。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